你是不是已经学了一阵子的中文，却觉得中文越学越无趣，甚至开始怀疑中文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自己？如果你现在学中文学得很烦、很累，甚至已经有点想放弃了，这集节目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要分享3个帮助你克服学习瓶颈的步骤。这3个步骤不是我从书上或网络上看到的，而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当年我就是靠着这3个步骤，从一个非常讨厌学英文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爱上英文的人。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面临中文学习的瓶颈，请先听听看我的故事。听完这集，说不定你会找到一个让自己重新爱上中文的方法。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我是一个中文老师，同时也是一个英文学习者。如果你学中文学得很沮丧，觉得自己明明学了好几年，却还是不太会说，那我以前的情况可能比你更糟糕。因为我学英文学了10几、20年，不但不太会说，遇到英文母语者的时候，甚至完全听不懂。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工作，必须提升自己的英文实力，但那时候的我却非常讨厌学英文，一看到英文就觉得压力好大。但是后来我做了3件事情，就是这3件事情完全改变了我对学英文的态度，甚至让我爱上了英文。而今天我要分享的这3个克服中文学习瓶颈的步骤，其实就是当年我做过的那3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弃。你没听错，我真的放弃学英文了。更准确的说，我其实是放弃了那个让我越来越不喜欢英文的学习动机。那个时候，我学英文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多益考试中取得高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做了很多考古题，也逼自己去看那些无聊的多益高分秘籍。即使这么努力，我的多益成绩却每况愈下，让我感到非常挫折。每况愈下的意思就是情况越来越差。后来我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决定，不再参加多益考试了。我不但取消了考试报名，还把所有考试用书都送给了别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多益考试。做出这个决定以后，我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从学英文的压力中彻底解放。我每天不再过着担心多益考不好的生活了。就像我当初放弃多益考试一样，克服学习瓶颈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果断放弃让你厌烦的学习动机。如果某个学习动机让你感到非常厌烦，不管它有多重要，都不可能帮助你把中文学好。所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就果断放弃它，好好休息一阵子吧。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and my goal is to help you reach fluency through immersive learning. If you want to level up your Chinese,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hat will help you speak more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immersion.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找到新的学习动机。虽然我放弃了参加多益考试，但我的内心还是很渴望把英文学好，因为我非常羡慕那些英文说得很流利的人，而且我小时候还有一个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那就是看懂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那我是怎么找到新的学习动机的呢？其实这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英文 podcast， 叫做脏鬼约翰 Dirty John。 这是一个讲述恐怖情人真实犯罪案件的 podcast。 我很快就被这个 podcast 好听的音乐吸引了。一开始我完全听不懂，但是我越听越想知道故事到底在说什么。于是听懂这个英文 podcast 就成了我的新学习动机。后来我找到了脏鬼约翰的网站，并且把整个网站的内容当成英文教材，很认真的查字典、做笔记，重新开始了我的英文学习之路。就像我当初被脏鬼约翰这个 podcast 所吸引一样，克服学习瓶颈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找出另一个会让你很爱的学习动机。你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呢？我当初就是被脏鬼约翰 podcast 的音乐和故事吸引，喜欢到可以把同一个节目听超过100遍，还是觉得听不腻。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找出一个让你很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一部中文电影、中文游戏、中文连续剧、中文歌曲，或是中文 podcast 等等。如果一个东西可以让你看或听100遍都不觉得厌烦，那它就可能成为帮助你学好中文的最佳学习动机。对了，如果你对用 YouTube 频道学中文感兴趣，
可以参考第114集的节目。我在那集分享了我最喜欢的中文 YouTube 频道，你也可以把中文母语者看的内容当成自己的中文学习教材。我做的第3件事情才是真正让我爱上英文，也正是让我的英文实力突飞猛进的原因，那就是养成习惯。习惯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如果你习惯每天睡觉以前要刷牙，一天不刷牙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对吧？自从脏鬼约翰 Podcast 重新激起我想把英文学好的动力以后，我很自然地养成了每天接触英文的习惯。有空的时候，我一定会坐在书桌前，把 Podcast 当成英文教材来学习。很忙的时候，我还是会戴上耳机，一边利用做家事的时间，一边听英文 Podcast。透过这种被动学习的方式，我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的英文听力。而且，当自己的实力进步越多，越来越听得懂母语者说的内容，自信心慢慢建立起来以后，我也就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个语言。就像我养成每天接触英文的习惯一样，克服学习瓶颈的第3个步骤就是养成新的学习习惯。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养成每天听中文的习惯。即使每天只有听30分钟，长时间累积下来，也会对你的中文听力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听不懂中文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第78集的节目，我在那集分享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如果你真的非常忙，至少也要养成每周练习1次中文的习惯，这样才不容易让中文变得生疏，进步的速度也不会太慢。如果你对找中文母语者练习口说有兴趣，可以参考第47集的节目，我在那一集分享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那你呢？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打算怎么利用它，让它成为学中文的动力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想法。I hope today's episode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If you want to review what you learned today, you can find all the supporting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full Mandarin transcript, pinyin, and our vocabulary database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If you enjoyed learning with me, click right here to watch a full playlist of immersive content. Keep going, you are doing great,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